我们研究团队这10几年其实都是针对氮化镓跟碳化系这些化合物半导体来取代就是传统功率元件在高效电源的应用。目前最夯的可能就是 AI， 不只是在现在，未来一定是吃电怪兽，那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电力基础建设一定要做好。高效电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我必须讲，本来在学校里面就是该做前瞻嘛。你所谓的产学合作，然后一起培养人才都是。所以怎么样有足够的学术底气来做好，能够把人才培育做好，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10几年来，如果没有产业界的 support， 大概我们难去做这些前瞻的研究了。而且在一开始一定激情是要有这个题目有兴趣，但是往往你要够坚持。你没有那个坚持，大概那个激情容易被浇熄。一开始搞这些高效电源的设计的时候，不要说你的同侪了，甚至于搞不好产业界都会觉得，那是很贵啊，一颗就是900块美金。那你知道我们系统要用到几十颗，这么贵，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有些事情就这样，你要及早去布局，不然就跟不上了。在当初这么高价 ，even 到现在还是蛮贵的元件。那当初为什么我们的业界的伙伴他们接受了？很简单，当他们欧洲的竞争对手已经有这东西，而且就在用的时候，他就知道事实上是值得做。国际化很重要，有时候你头要抬起来。全球前10大、6大的电源厂在台湾，台湾的优势产业，目前这么多的订单，但是那个也是个危机，现在眼前的订单都接不完，那你怎么去看未来5年、10年的东西？所以学校就是有帮这些我们的合作企业去评估未来，我们也可以帮他看，甚至未来10年的产品，保有那个技术领先，然后有国际竞争力，很好的一个产学合作的关系。在人才培育这一部分，学校学生嘛，重点不是去做产品，而是把一个研究方法养成，将来到公司之后，不只是可以这个独当一面，而且可以跟大家合作。哪些能力是必要的？第一个表达能力，第二个就是更加co-working的能力。我们所谓的国际生跟这些我们的本地人才一起来学习，会有一些刺激，就不再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培养这些好优秀的外籍人才为台湾产业所用。因为我们的本地的人才都一起在成长，大家一起在成长的时候，会有那个动力，会有那个动机，会更有方向感。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人才的培养。大学这个阶段比较偏通才教育，可以多方面的学习，也可以做职涯试探。所以我个人非常鼓励大学生去校外实习，不管在学校做专题，或者是到产业界去实习，你发现这到底是不是我要的？不见得是走本行画地自限，我不觉得那是人才浪费。因为那都是一个人生学习的过程。他如果发现，这一行这个学科真的是他愿意将来的人生志向，他自然有兴趣才会有态度啊。他的硕博士班又不一样，这比较偏就是专业这一块。包括自己的学生，我会跟他们讲你的论文题目是，或你要比我熟比我强，这难度不高因为你先好好的钻研你好好的 study。到了博班的养成，他除了深度之外，还有广度，要看得够多，看得够广，还会希望他们有国际观。整个国际竞争上面，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国际人才。那一个就是选送学生出去待个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有更多的国际人才来到台湾，培养这些外籍人才，企业部会跟大学这边来合作，一起努力。台湾在全球的布局，白领的管理跟科技人才，不管他将来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或者他即使回到母国或者国际企业，他的海外布局是我们的储备干部，然后为台湾产业所用。我想我们可以加大力道，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到台湾。我还是对我们的高教有信心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期待的。